魂战第1集。新庄刚下了一场大雨，原本安谧的农家风光变得阴沉沉的。林动其实很讨厌乡下，但是女友刘晓听到姥姥病逝的消息，哭得眼睛都肿了，并当即要买车票回老家。他实在放心不下，就决定陪着刘晓一起回去，反正迟早是要回去见他家人的。乡下的传统意识还是很浓的，进村没多久，他们就听到了锣鼓唢呐声，远远望去，还能看见白色的挽联、纸人、纸马之类的东西。虽然刘晓家里人都表情凝重，但见到林动依然很热情的嘘寒问暖，林动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出殡开始了，一阵繁琐的仪式看得林动眼花缭乱。不过林动自始至终都没见到棺材，这让他有些不解。这不是说农村大部分还保留着土葬的习惯吗？当晚刘晓的家人给林动收拾出一间舒适干净的屋子后，便都各自歇息了。乡下熄灯早，再加上无线网络信号也不太好，所以林动无聊的玩了会儿手机，就准备睡觉了。这时林动听到院子里传来一阵低声细语，他突然好奇心起，蹑手蹑脚的走到门前，透过门缝往外看。只见刘晓的父亲背着一个东西正准备出门，刘晓的母亲在叮嘱着什么。这么晚了，他们要去哪儿啊？林动更加好奇了，干脆悄悄的就推开门，慢慢的跟了上去。外面下着雨，路上泥泞坑洼，再加上没有路灯，刘晓父亲深一脚浅一脚的出了门，而林动紧张的跟在后面。过了一个拐角，到了开阔的地方，月光洒下来，照亮了他们两个人。林动惊恐的发现，刘晓父亲背上背的竟然是一个人，准确的说是一具尸体，手臂下垂，满头白发，脸颊凹陷。这具尸体林动白天见过，正是刘晓姥姥的遗体。林动差点吓得叫出声来，他用力捂住嘴，才没让声音发出来，只感觉双膝酸软无力的站着。过了好半天，眼见刘晓父亲渐渐走远了，林动才稍微平复了下心情，决定继续跟上去看个究竟。又走了一段路，他们来到村里一处荒僻的建筑前，林动定眼望去，那是一座古式的客栈，有2层，房梁上满是蜘蛛网，屋顶上的积水顺着屋脊缓缓地滴落下来，敲打在泛黄的窗纸上，回荡在这诡秘的夜幕下。这个客栈应该已经荒废了吧？刘晓父亲干嘛把姥姥的遗体背到这里来？难不成这里是殡仪馆？说来也怪，刘晓的父亲刚刚走进门前，客栈里就亮起了一盏灯，灯光昏黄，应该是蜡烛。难道这家客栈里还有别人吗？林动正在犹豫着要不要跟进去看看，这时他的背后一阵阴风吹过，一个湿冷的声音在耳边回响：不想死的话就快点离开。林动一震，下意识地环顾四周，可却是空无一人。刚才谁在说话？林动越想越害怕，当即一溜小跑跑了回去。林动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下，不断回想刚才发生的事情，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最后也不知道何时，他朦胧的睡去，再次醒来已是阳光刺眼。林动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打开屋门，却发现刘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门前。
林动讪讪的不知道说什么好，而刘父则是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番，最终目光落在他的鞋子上。林动心中一凛，因为昨夜大雨，路上泥泞不堪，导致他的鞋子上沾满了泥土。难道刘父发现自己昨晚跟踪他的事情了？林动下意识地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话到嘴边儿却又缩了回去。幸好刘父什么也没问，直接走了。林动松了一口气，转头正好看见刘晓。刘晓正一脸不解地看着他，走过来关切地问，说你怎么了？怎么脸色这么差？林动犹豫片刻，见周围没人，就把昨天晚上见到的事情给说了出来。出乎他的意料，刘晓并无诧异，反而如释重负地说，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以为是因为什么呢？这件事啊，怪我没有事先说清楚，其实这是我们庄上的一个习俗。原来那个客栈有一段非常古老的历史，并且代代相传。客栈的最后一位掌柜姓孙，孙掌柜为人乐善好施，并且非常健谈，是以南来北往路过新庄的客人都慕名来住宿。客栈的生意十分红火，可是这个孙掌柜自从去了一次城里之后，就性情大变，不再热情招呼客人，与之谈天说地了，反而整天板着脸，还将客栈的住宿费提高了好几倍。这样一来，生意自然是渐渐的萧条了。孙掌柜也越发的古怪孤僻，有时候甚至几天都不出一次门。最后邻居发现他死在自己的客栈里时，尸体早已经冰凉了。由于孙掌柜和临死前的街坊邻居关系已经降到冰点，所以竟然没有人愿意给他收尸。孙掌柜的尸体就一直躺在客栈里。又过了1个月，孙掌柜居然颤颤巍巍地爬了起来，然后活生生地出现在村里人的面前。大家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纷纷大叫着逃命般地躲开了。孙掌柜呢，也不去追赶，就在庄上一棵大槐树底下坐定。后来这村长大着胆子上前跟他说话。孙掌柜神秘地说，我家客栈很特别，只要把尸体放在里面，不仅可以完好无腐，还能短暂的还阳。接着他又说了一大堆阴间阳间的事儿，村长听的是一头雾水，半信半疑。这孙掌柜呢，也不再解释，说完就起身慢慢的朝客栈走去了，然后躺下，再也没有起来。这回他是真的死了。这事儿在庄上传开，一开始人们都不信，后来有户人家把尸体往里面送，死人虽然还没有还阳，但尸体却真的保存完好，没有腐烂。就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家把已故的亲人往里面放。林动惊奇地听完这段讲述，不知道说什么好，这双眼瞪得大大的。然而与此同时，他对面的刘晓也惊恐地瞪大了眼睛。林动心里一沉，扭头看去，只见是刘府，后者正冷冷地看着他。林动下意识地后退几步，嘴里说着我只是……新庄又下起了小雨，雨滴拍打在窗棂上的声音让人的心情无比焦躁。林动、刘晓、刘父、刘母都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气氛沉闷。刘父低着头只顾抽烟，一言不发，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刘母也默默不语，仿佛在想一件长远的往事。林动是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刘晓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最终忍不住开口说：“爸，我知道。”刘父忽然呢就低吼道：“你知道个屁！”爸！刘晓顿时委屈的泪珠在眼眶里打转，
刘母急忙去安慰，并不满的朝刘父瞪了一眼，就说：“你朝孩子吼什么？”刘父深吸一口气，掐灭烟头。刘晓，你长大了，有些事应该知道，混战的事情不许外传。你以为这是说着玩吗？混战，林动头一次听说这么怪的名字，满腹一逗。好啦，别生气了，这小伙子可咱家小小，嗨，他也不算外人了吧？刘晓的母亲低声劝道。刘晓闻言，顿时脸就红了。林动也不好意思地说：“叔叔阿姨，我。”刘父摆了摆手：“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其实我不是因为你知道混战的事情而生气，我只是怕你有危险。”什么危险啊？林动和刘晓异口同声地问。刘父深吸了一口气：“那个客栈远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一开始大家都只以为让亲人的遗体能保存完好而往那里送，可是古怪的事情也随之而来。客栈经常在深夜透出亮光，还不断的有滴滴细语传出。有人就好奇去探秘，却发现手电筒的光根本就照不进去。既然不透光，为什么深夜还会有亮光透出？这种诡异的事情越来越多。几年前，村长决定烧掉它，但是火根本就升不起来，一靠近就会熄灭。后来村长从外地请个道士来看，结果那道士看了以后面如土色，说此地阴气太重，无法化解，请另寻高人。说完就跑了。那为什么不把客栈封起来？林动忍不住问道。刘父沉重的摇了摇头：“我们试过把客栈围起来，警告村民不许再往里面送尸体，可是怪事反而更多了。客栈里面鬼哭狼嚎声不断，甚至庄上开始闹鬼。我们束手无策，只能解除对客栈的封锁。这说起来也奇怪，刚一解除封锁，镇上就风平浪静了。”刘动颤声问：“所以你们现在是被迫往里面送尸体的？”刘父望向窗外：“没错，不然的话恐怕庄上又要闹鬼了，所以平常我们称呼它为混战或者鬼战。”原来如此，原来我昨天听到的那个声音是鬼啊！幸好我赶紧回来了。你说什么？什么声音？刘父豁然扭头看着他，目光灼灼，语气急切。林动不知道刘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一下子被吓了一跳。我是昨天晚上，我到了那个客栈之后，听到一个声音说，不想死的话就快点离开，所以我就赶紧回来了。刘父颤声说：“不可能，那里根本没有旁人，而且混战平常也不会闹鬼，除非……除非什么？”林动心里有股不祥的预感。除非真的有尸体在里面还阳了，你听到的就是他的警告。刘父一字一顿地说。新庄连续几天阴雨，所以尽管现在还是白天，天空依旧灰蒙蒙的。刘父、刘晓、林动三人走在路上，彼此无言，都低头默默的前行。因为林动的讲述，刘父坚持要去混战看看，刘晓执拗的说他已经长大了，也要去看看。既然刘晓都说要去了，林动自然也要跟着。刘父说不过他们，只能勉强同意。就这么沉默的走了一段时间后，
三人来到了魂栈的门前，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还是林动感觉这个地方比那晚更冷了一些。刘父从口袋里取出几个口罩，分别分给他们。这些口罩都是用草药浸泡过的，能防湿气，你们戴上。刘晓和林动都照着做了。刘父第一个进去，他们紧跟在后面。虽然做好了准备，林动进门后还是感觉一股刺鼻的气味直冲脑门，顿时有些晕眩。小心！刘晓见状，也连忙扶了他一下。林动一怔，随即恢复了清醒。刘父回过头对他们说：“忘记说了，你们是第一次进来，最好还是屏住呼吸。”随着客栈大门吱呀呀的关上，一股阴冷袭来，林动忍不住浑身直哆嗦。古旧的木地板每走一步都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吱声。三人慢慢的往里面走。这座客栈从外面看起来不算大，但里面却是密密麻麻的分布着许多客房。每间客房都是敞开的，里面床铺都满了。乍一看还以为这家客栈生意红火，但仔细一看就会发现，床上躺着的所有人都是脸色苍白，面颊干瘪，他们都是死人。林动和刘晓头一次见这么多死人，紧紧的靠着对方，大气也不敢出。刘父仔细的转了一圈，楼上楼下都看过了，忽然面如死灰。昨晚我明明把你姥姥背来这里了，为什么现在找不到了？刘父惶急的声音在客栈中回荡，伴随着阴风阵阵。刘晓和林动感觉到了毛骨悚然，仿佛是回应一般。客栈里面也开始传来飘忽不定的私语，每个角落都变得暗影绰绰。不好，快走！刘父大声喊。刘晓和林动一愣，身体却本能的往门口跑去。客栈一下子黑得看不到一点光亮。好在刘父熟悉地形，往这里来。随着大门再一次吱呀打开，光线照进来，然而又诡异的逐渐消失了。林动心惊胆战，刘父说的是真的，客栈能吸引光线。刘父跑到门外，死死的把住门，不让他关上。出来呀！林动眼看着就要出去，忽然感觉一只手抓住了他，使劲往后拖。不好！林动暗叫不妙，用尽力气把刘晓推了出去，自己则无助的倒在地上。与此同时，刘父再也按不住大门，门重重的关上了。林动惊恐的坐在地上，救我呀！救命啊！他叫的嗓子都哑了，依然只有诡秘的低语声回应。他几乎要绝望了。林动伸手往周围摸去，忽然摸到一条冰冷的手臂，他打了一个寒战，急忙的躲开。他借着微弱的灯光看去，只见一具尸体，服饰风格较为久远。不知道为什么，林动的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感觉。就在这时，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只见那具尸体旁边散落的冥币无故的自燃起来，幽蓝的火光照着尸体苍白的脸庞。渐渐的，尸体有了反应，只见他的眼珠子动了动，手指也跟着动了起来。林动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一切，瞠目结舌，下意识的往后退去。尸体忽然发出了一阵阴森的笑声，然后慢慢的站了起来。林动吓得魂飞魄散，那个尸体竟然朝他走了过来，嘴里说着：“25年了，我没想到我还能等到这一天。”你说什么？我不认识你。林动颤抖的往后退。这时
客栈里大大小小的客房都冒出了火光，所有的冥币都无故自燃。然后那群尸体慢慢的从床上走了下来。林动感觉到头皮发麻，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只顾着仓皇后退。忽然他不小心绊倒桌子腿，一声闷哼，重重的摔倒在地上。他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忽然背后伸过来一只手捂住他的嘴巴，拉到了一边。林动回头看去，只见一张脸出现在他的面前，苍苍白发，满脸皱纹，正是刘晓的姥姥。林动浑身的血液都要凝固了，刘晓姥姥却面色凝重地说：“切，不要出声，我现在帮不了你太多。我刚到阴间，身上没有多少冥币，估计只能待一会儿。趁这个机会，我把你送出去。”林动听得云里雾里，但嘴巴很听话的闭上了。嗨，我昨晚就跟你说过，让你不要靠近这里，否则会有危险。你还是来了。刘晓的姥姥叹口气。林动恍然大悟，原来昨晚是他呀，可是他还是没搞懂到底是怎么回事。刘晓的姥姥伸手一指：“你记住，朝那个方向一直跑就能出去了，快！”说完呢，往林动背上一推，林动一个踉跄，差点再次摔倒，但他很快就站起来，玩命的往那个方向奔去。他在那里，拦住他！方才那个尸体发现了林动，表情狰狞的吼道。顿时客栈里所有复活的尸体齐刷刷的转身朝林动追去。林动尖叫一声，猛地一跃，头重重的撞在门上，顿时眼前一黑，晕了过去。等林动再次清醒，发现自己正身处在一间草屋里，屋里烧的炉火烤得他全身暖烘烘的。林动一个机灵，从床上爬起来，这才发现刘晓父母和刘晓都关切地围在自己身边，这才放下心来。看到林动醒过来，刘晓激动的眼眶都红了，说：“你终于醒了，我还以为你醒不过来了。”说着，这眼泪就流下来了。刘父心有余悸地说：“客栈的门突然关上，怎么也打不开，我试了好久都没有效果，然后你忽然冲了出来，撞开门倒在地上一动不动，我赶紧背你回来。对了，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林动定了定神，然后简要的把客栈里的一切都描述了一遍，听得他们目瞪口呆。刘父颤声说：“你是说他们都活过来了？”“是的，叔叔，魂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刘父紧闭双眼，叹了一口气：“唉，我对魂战的了解已经都和你说了，听了你刚才说的，我只听懂了一点。那第一个复活的尸体就是孙掌柜。”“什么？”林动如遭雷击。刘父眉头紧锁：“没错，我见过他好几次，你一描述他的衣服，我就想起来了，肯定是他。不过他怎么会认识你呢？”就在这时，外面一阵喧闹的声音传来，听起来很是荒寂。“闹鬼啦，快跑啊！”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然后整个新庄都沸腾了。不好！刘父急忙出门，林动也跟着他们出去。本来窄小的乡间小道被逃窜的村民堵得水泄不通，而他们后面追赶的是一群面色苍白、肢体僵硬的人，居然都是在客栈里的见到的尸体。怎么会？刘父仿佛一下子苍老了几十岁。上次出现这种情况是把魂战封锁之后，可是这次为什么？那群尸体离刘父他们越来越近，林动清晰地听到他们嘴里念叨着一句：“抓住林动，不能让他出去。”
李有福猛地回头：“林动，你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没有啊！”林动急忙说。可是就在这时，他猛然想到了什么。“我知道了，我知道混战是怎么回事了。”林动喃喃自语了一会儿后，忽然大声喊道：“孙掌柜，你出来，别躲在后面！”那群尸体闻言都停住了，然后自动让出一条道。孙掌柜慢慢的走了出来。林动丝毫不惧，大声说：“所谓混战，就是你为了鬼魂开的客栈吧？人累了可以去客栈休息，可鬼累了就需要到尸体上休息。所以你当年骗了村长，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把尸体都送到客栈去充当你的房客。鬼魂只要交一些冥币，就可以挑一具尸体附上休息，也就等于变相的还阳。长此以往，客栈阴气才会这么重。你为了不被村民发现，就发出一些怪声吓唬他们，不敢让他们靠近。等到村长把客栈封住，你急了，所以派出了这么多尸体来威胁村民继续往客栈送尸体。为了不让我把混战的秘密传出去，你今天又故技重施，是不是？”孙掌柜眼神闪烁：“很好，你猜对了。但是有一点是错的，那就是无论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秘密，我都要杀了你。”说着朝那群尸体挥手道：“去把他杀了。”林动没想到孙掌柜这么快就痛下杀手，眼看那群尸体蜂拥而来，他绝望的闭上了眼睛。“住手！”一个声音传来，林动愣了，孙掌柜也愣住了。这个声音林动再熟悉不过，正是自己父亲的声音，果然是林父。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定定的望着孙掌柜。林动惊道：“爸，你怎么来了？”“你前几天跟我说要去新庄，我就不放心。今天你的电话一直打不通，所以我来了。”林父说完，转向孙掌柜：“孙掌柜，好久不见了。”“林天生，你也来了，很好。”孙掌柜咬牙切齿地说：“啊，我认得你，你曾经来过村里打听过孙掌柜的事情。”刘父忽然说道。林父点了点头，表情痛苦，缓缓地说：“那大概是25年前吧。我那时不学无术，整天在城里瞎逛，然后我遇见了孙掌柜，一看他的打扮，我就知道他是有钱人。于是我凑上去套近乎。孙掌柜说他是头一次进城，我心中暗喜，就连蒙带骗的把他带到了赌场。然后你让我把身上的几万块钱输光了，那是我一辈子的积蓄。我那天去城里是想把一家大客栈买下来的，可是我什么都没有了，都是因为你。”孙掌柜目眦欲裂，大声吼着：“回到庄上，我拼命的挣钱，可是客栈的生意却每况愈下，我最终在悔恨中死去。到了阴间，我还要开客栈，我要把钱都挣回来。”林父苦笑一声：“我把你的钱骗过来，买下了城里那家客栈，才有了现在的资产。但我事后真的后悔了，来庄上找过你，可是你已经死了。”孙掌柜咆哮道：“虚伪，你该去死！”林父平静地说：“我马上就快要死了，我来这里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去。我已经被医院查出来癌症晚期，客栈我也卖了，全部资产都以你的名义捐出去了，不信你自己看。”林父说着，掏出几张纸扔了过去。孙掌柜接过一看，一张是林父的化验单，一张是他的捐款收据，他呆住了。“你……”林父双膝一屈，跪了下去：“你杀了我吧！
哦！林动哭着挡在父亲的面前，不要杀我爸爸！孙掌柜脸上是青红交加，他叹了口气：“唉，林天生，你真行。”说完，缓缓的转身走了。眼看着孙掌柜领着那群尸体走远，林动难以置信的说：“天哪，我们得救了！”不久后，林动就和刘晓举行了婚礼，林父微笑见证了婚礼的全过程，就被送到了医院接受治疗，费用是全庄人集体出的。至于魂战，不知什么时候起了大火，等到村民再去看时，已经只剩下灰烬了。绝望的新娘第1集。上本科的时候，这钱总是不够用，因此我做过许多兼职，就比如家教啊，比如销售啊，还比如群众演员。对，群众演员，那是我人生当中最难忘的一次经历。现在回想起来，还会全身发抖，同时内心泛起一阵酸楚。所以接下来我要讲的故事，是我一边抹着冷汗和眼泪，一边叙述出来的。你们信也好，不信也罢，反正我想说的就是，这确实很不可思议。那几天，我和几个女生一起应招进一个电视剧剧组，换上民国的衣服，等着上场。这大部分情况下，群众演员拿着1天100的报酬，连露脸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呢，我们都很轻松，坐在角落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儿。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远处有几个人抬着一张竹床走了过来，床上躺着一个一身红衣的女人，脸上还盖着一块白色的麻布，可能演的是一具尸体吧。在剧组里，这是见怪不怪的事儿，但是分管我们一组的执行导演阿鹏却悠悠地说了一句：“哎，看到了吗？为了赚眼球，我们这次拍摄用的是真实。”我身边的几个女生都尖叫起来，还有2个女生甚至转过头不敢去看，只有我饶有兴趣地盯着那张竹床。这不仅仅是因为我胆子比较大，还因为我知道拍电视剧是不许用真尸的，阿鹏一定是在骗人。果然，阿鹏的话音刚落，竹床上那个扮演死尸的女演员就翻起身来了。几个女生意识到受骗，都不满地埋怨着阿鹏，而阿鹏却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说：“你这胆子挺大，跟我来，我和你谈点事儿。”阿鹏所谈的事儿对我来说是天大的喜讯。他说他发现了我身上独有的气质，想让我在这部电视剧里演一个新娘的角色。虽然戏份不多，但是报酬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我居然可以在这电视剧中露脸儿。哪个女生都不会拒绝一个成为明星的机会吧？于是兴奋的我忽略了很多事情，比如为什么要让我这样一个既不漂亮又没有资历的普通大学生来出演，再比如为什么阿鹏那么严肃的让我交出身份证，还让我在违约将缴纳30倍赔款的合同上签字。当时的我呢，只是不断的幻想着自己成为明星的样子，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这时那个扮演尸体的女人进屋来换衣服，一看到她，我顿时就感觉全身冰冷。她的脸上红红白白的，如果不是她还在走动，我几乎会以为她是个死人。原来现代化妆水平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我不禁感叹。才是阿鹏打断了我的思路：“喂，既然你要演的是新娘，那就过来和那4个要抬你出嫁的轿夫见一面吧。”我跟着阿鹏见了4个轿夫，
他们都是电影学院的学生，没毕业之前只能出演这种既吃苦又不讨好的角色。和他们相比，我真是幸运的。但是当他们得知我要演那个新娘的时候，4个男生的脸上都露出了奇怪的神情，其中一个还怯怯地望了我一眼，然后紧张的双手不住地在衣服上搓。他们都怎么了？我用诧异的目光看着阿鹏，他并没有回答，而是径直带我去化妆。他说：“趁着有太阳，这段戏得赶快拍，时间就是金钱。”就这样，我正式成为了剧组的一员。那时我以为是天降福星，却浑然不知后面会发生那样的事情。轨道、摄像、灯光、场记，准备。在这种紧张的气氛当中，我深吸一口气，站在花轿前。此时我身着火红的嫁衣，盘着民国时期最常见的发饰，脸上也画得像死人那般红红白白的。我等着阿鹏一声令下，就可以登轿了。Action！ 听到阿鹏的声音，我急忙伸手去掀轿帘，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轿帘却已经掀开了，一只苍白的手从轿子里伸出来，指尖上还抹着血滴滴的扣单。我愣了一下，因为事先并没有说轿子里有一个女人呢。我侧头往里一看，正迎上了一对乌黑的大眼睛。直到今天，那双眼睛我还印象深刻，因为那眼睛黑得不正常，它们没有眼白，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漆黑。哎呀妈呀！我急忙的缩回手，然后狠狠的往后一仰，脚下的绣花鞋有些不合适，我一屁股摔倒在地上，韩发顿时散了下来。我顾不得形象，指着轿子大喊：“有鬼！里面有鬼！”摄像机停了下来，整个拍摄剧组陷入到一种奇怪的氛围里。阿鹏看上去有些生气，他扶起我，然后责备道：“怎么会有鬼？你这个新人不要乱说话，你还想不想干了？”我有些不服气，壮着胆子把轿帘掀起一角，但里面空荡荡一片，什么都没有。我红着脸，为刚才的行为感到羞愧，更害怕阿鹏会因此不再继续用我。不过好在阿鹏这个年轻人脾气还不错，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去后面盘头吧，一会儿再拍一次。”盘头的时候，我感觉整个化妆间的人都在议论我，他们的目光纷纷向我射来，似乎并不是羡慕我得到了这个角色，而是在怜悯着什么。我努力的不去多想，我对自己说，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我不能再丢人了。绝望的新娘第2集。于是第2次我立在了轿子前，阳光热辣辣的晒着我的肩膀，给我一种温暖和安全的感觉。但是就在我掀开轿帘的时候，我发现那红色的布幔下伸出了一只和我脚上穿着一样的绣花鞋。我全身一个机灵，真想转身走开，但是这诱人的机会散发出强大的能量，我一咬牙掀开轿帘，其实里面什么都没有。我长长的吐了一口气，然后坐了进去，放松下来。我意识到刚刚因为恐惧，我少说了一句台词，还少做了一些事先规定好的动作。但是阿鹏似乎并没有在意这些，好像只要我顺利的坐进轿子就可以了，什么其他的都不必在乎。一股寒意从我的背后窜了出来，我隐隐觉得我演的这个角色并不简单。咔！这个时候阿鹏叫停了，他没让戏顺利的进行下去。当我走出轿子的时候，阿鹏抬头看天，太阳引到云后面去了，我们不能拍了。我就有些不高兴，就问他，又不是拍电影，对光线要求有那么高吗？当然不是，咱们这个戏不出太阳的时候不能拍。
说完这话，阿鹏匆匆的走了。第二天，我如约来到片场，换好衣服后，等太阳出来。这个过程当中，我坐在角落里，有一搭没一搭的和轿夫们聊天，他们渐渐的与我熟悉，也愿意多讲一些给我听。这个时候我注意到，在这个剧组里，除了总导演以外，还有许多执行导演，他们各自负责自己的拍摄部分，分开拍摄以缩短时间。其中阿鹏负责的这个小组似乎只拍结婚这一场戏，演员和工作人员都很少，与其他热闹的小组一比，就显得冷清了。这时候我就问身边的轿夫，哎，那为什么阿鹏这个剧组戏份这么少，人也这么少啊？那轿夫呢扯了一下嘴说，哎呀，咱们这个小组谁爱来呀？阿鹏也是刚刚毕业的，资历不够，自然被指派分管这一组了。另一个轿夫插话道，哎，不过小姑娘你也真是幸运，如果不是出了那样的事情啊，像你这样的门外汉是不可能接到这样的角色的，连一些电影学院毕业的人都没有这个机会。我就问什么事儿，出了什么事儿了？我意识到我已经接近了我想要了解的真相了。哎呀，没什么事。那个之前多嘴的人被一个轿夫推了一把，随后便转移了话题。哎呀，之前呢你演的这个角色也是电影学院的学生，但是他临时有事就走了，所以就轮到你了，就这么简单。可我知道不是这么简单，我被分到一个只拍一场戏的小组，扮演一个很奇怪的新娘的角色，而且我还要在这里等太阳出来，因为没有太阳就不能拍摄，这都是什么事儿啊？可是为了这难得的机会，我还是要坚持下去，这就是我的处境。过了一会儿，太阳出来了，阿鹏示意我快点过去拍戏，于是我3步并作2步来到轿前。因为有了昨天的经验，掀轿帘的时候我哪儿都不看，直接坐了进去。一切顺利的进行下去。这一段是轿夫抬着我往夫家走，实际上就是绕着片场走几圈，然后摇晃摇晃轿子。再之后摄像师就应当进来拍内景了。砰砰砰砰，就在行进的时候，我听到有人敲打着轿子的外壁，我颤抖了一下，心里多绕了几个弯。敲打轿子的是阿鹏吗？不可能，如果他有什么意见，肯定直接喊起来了。那么会是别的工作人员吗？也不可能，因为戏正在顺利的行进，没有拍到轿子内部场景的时候呢。那么是谁呢？砰砰砰砰，敲打轿子的声音还在继续。坐在轿子里的我实在忍受不住了，于是壮着胆子把轿帘掀开一条缝，向外张望。还好轿外什么都没有，我只能看到剧组人员紧张的表情以及那乌黑的大摄像机。然而就在我把视线收回来的时候，我的身体像触电一般的颤抖起来。轿子里多了一个人，他就坐在我的旁边，离我很近。他全身红衣，打扮的和我一模一样。他的脸上是红红白白的，一双没有眼白的大眼睛正似笑非笑的盯着我，而我和他的距离只有半米不到。我再也受不了了，不顾轿子正在行进，一个跟头从轿子里栽了出来，灰土蒙了我一脸，我的手掌也被砂石割伤了。但是我顾不得这些，拼命的喊着鬼，他在轿子里。拍摄再一次停止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我惶然的抬起头，看着阿鹏皱了皱眉。这个瞬间我意识到一个问题，我接二连三的出乱子，可剧组的人丝毫没有愤怒，反而是一副早就料到的表情。也就是说，他们早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轿子里有个女鬼。可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我被阿鹏安排到休息室，和那4个轿夫在一起。他们显然也受到了惊吓，长久不出声。我受不了了，抓着一个书生模样的男生问：“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当然不想说了，但是我施展了女生惯用的伎俩，又哭又闹。后来他实在被我缠得没办法，只好说：“那轿子里死过人。”果然不出我的所料，那时演新娘的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很漂亮。那天她登上轿子之后就一直没有出声。当摄影师要开始拍摄轿子内部的时候，突然从轿子里伸出一只手，然后是她的胳膊，继而乌黑的长发从轿子里散落。这个时候轿子一抖，女演员从轿子里栽了出来。她摔出来的时候已经死了，没有人知道她是怎么死的，那么短的时间却死得那么彻底。说到这里，另外一个轿夫接着说：“当时片场还有游客，所以我们就没有声张，只说她是因为天气太热晕过去了。我们只知道那个女演员离奇的死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后来呢？我急忙追着问。后来有另一个女演员接着来演这个角色，但是她一进轿子就大叫起来，根本就没办法继续拍下去。因为这件事，剧组已经改了一部分剧本了，把新娘的戏减少到了最少。但是成亲这段无论如何也得演，所以就找到你了。我明白了，普通的女演员是不会像我这样委曲求全的拍摄的。所以阿鹏决定用我，一来是因为我胆子比较大，二来是因为这个机会对我来说太难得了，所以我会忍下去。一种被利用的怒火从我心底升腾，我猛地站了起来，理直气壮地跑到阿鹏的面前：“我不干了。”阿鹏却淡定地说：“别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呀，不过是一点小问题，难道你不想出名？”我就叫道：“我才不想，把身份证还给我，我不干了。”这个时候阿鹏才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他冷笑了一下：“哼，咱们是签了合同的，如果你中途不演了，那你的身份证就得被我扣下，而且还得赔我30倍的罚款。”天哪，开篇的伏笔在这里显出了巨大的作用。我哪有那么多钱呢？而且我的身份证怎么办？我瞠目结舌地看着阿鹏，进退两难。结果连想都不用想，我这样一个穷学生还是得拍下去。我无力地往回走，远远地看见那顶可怕的轿子，血红的颜色在阳光下射出灼人的光，在轿子顶上依稀站着一个女人，可我仔细一看，她又不见了。我的天，我们一起哭泣。后来阿鹏还是通融了一下，他说利用之前我拍摄的一些镜头，再加上电脑制作，可以对付着把抬新娘这段应付过去。这让我太高兴了，不过还是不能高兴得太早，因为新娘出轿子的镜头还得我来拍。拍摄那天是中午，阳光极其明媚，我能感觉到在场的所有人都非常的紧张。他们担心的不是我表演的好不好，事实上我演成什么样他们都不在乎，他们只是担心那个死去的新娘会再一次出现。按照计划，我先坐进轿子里，之后我就钻出来。坐进轿子里的我心跳得像擂鼓一样，我甚至不敢左右看，生怕那个女人再一次突然出现在轿子里，然后瞪着一对乌黑的大眼睛对我似笑非笑。 Action！ 听到阿鹏的口令，我深吸一口气，努力地摆出端庄的样子，掀开轿帘。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红色的物体挡住了我的视线，那是条新娘的裙子，和我身上的一模一样。我顺着裙摆往上看，只见那个死去的新娘
就立在轿子前，垂着头对着我。他堵在轿子的出口，我根本就出不去。我急得快要哭出来了，却不敢动手推他。就在这个时候，我注意到他的嘴巴一咧，哭了。是的，他哭了。我第一次仔细的看他，除了眼睛有些奇怪之外，她长得很漂亮，而且她似乎没有伤害我的意思。她只是咧开嘴，眼泪顺着苍白的脸流下来，胭脂被她的泪水染成了一道道的红泥。她看上去那么的伤心，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瞬间特别的安静，好像阿鹏等人根本没有注意到拍摄出了问题，时间像静止了。我受到了新娘哀伤情绪的感染，一股酸楚也在我心底升腾开来。我的眼眶一热，居然也哭了出来。于是我和他一人一鬼都穿着红色的嫁衣，相对呜咽。天哪，事后回想起来真是太奇怪了。但是就在当天，这件事情真实的发生了。我还记得我哭了1分钟之后，阿鹏突然大叫了一声咔，然后兴奋地冲过来对我说：“你演得太好了！”我这才想起来，按照剧情的规定，我本来就应该在下轿的时候哭一段的，越伤心越好。我跟着阿鹏去查看刚刚拍摄的镜头，那里根本没有出现女鬼的身影，只有我在即将下轿那一刻柔媚的哭泣。我演得那么自然，那么顺畅，简直就不像我。我感觉那女鬼在帮我，或者说她其实是在帮整个剧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管怎么样，事后我拿回了我的身份证和我应得的报酬。钞票让我阴郁的心情好了一些，我买了2杯冰激凌，请阿鹏过来一起吃。阿鹏也没客气。事实上，这个年轻的导演除了扣我的身份证是有些凶之外，其他的时候对我还是很照顾的。他一边吃着冰淇淋，一边向我说道：“哎呀，对不住啊，其实我也是没办法。自从出了那件事之后，总导演就特意分出一个组，专门拍摄这段最容易出事的戏。这部剧呢，投入已经够多了，戏不能改。导演为了钱，不顾死活也得拍。没办法，他就让我来负责。我资历浅又没有后台，只能跟着吃哑巴亏，还连累了你。”我笑了一下，表示并不介意。其实我是真的不介意，虽然害怕，但是我觉得阿鹏4个轿夫还有我们大家都是可怜的人。既然都是可怜的人，那就别记仇了。不过我还是想起了那个死去的新娘。我试探着就问她，那个女演员也不太坏，好像她没有害我，就是有点吓人。阿鹏的脸色一下就沉了下去。她人不坏，我指的是她生前，她活着的时候是个不错的女孩，但是走错了路。你知道她为什么能拍这部戏吗？因为她和我们导演，但不像别的女演员那么势利，她是真的爱我们导演的才华，所以想和他结婚。连我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结婚那怎么可能呢？他想结婚，但是导演不同意，所以那天上轿子的时候，他自己带了毒药，穿着嫁衣死在了轿子里。他真是个独特的人，居然爱得那么深，选择以新娘的身法死去。我的心里猛地一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遍布我的全身。我突然想起那天立在轿前痛哭的新娘，当时她是多么绝望。也许她真的想要结婚，只是她爱错了人。
然而在最后时刻，他还是引导了我，帮助剧组顺利完成了拍摄。那是一个绝望的新娘最后的心愿吧。后来我再也没有做过群众演员，那天的事情我也没有和别人讲过，因为我觉得不会有人相信我的。但是今天我还是决定以这种形式把它说出来，因为这部电视剧在前几天上映了，里面还有我的镜头呢。虽然只有短短的一段，但我觉得这一段背后的故事已经超过了整部电视剧的意义。植物不是人，第1集。如果不是那场车祸，现在叨叨一定成为唐城最幸福的新娘。可是因为那场车祸，现在什么都不再会有了。一次次看着透明的胶管里的液体一滴滴的流进唐城的身体，他却毫无反应，叨叨就会觉得无比的绝望。他心底的希冀越来越小，越来越觉得唐城永远不会醒过来了。每一个夜晚，叨叨都睡不好，因为他必须经常起来观察唐城，他担心他会在某个深夜悄然失去生命。如果是那样，当自己清晨醒来，发现和一具尸体躺在一个房间里，他担心自己会吓疯。第57天，第57夜，检查完唐城的身体，叨叨叹口气，拿过床头柜上的台历，写下了如上的这句。然后他关了灯，躺回自己简陋的单人床上。他闭上眼睛，静静地躺着，试图听着唐城的呼吸入眠，但也许是因为最近太累了，听力有所下降，他丝毫听不到唐城的呼吸声。叨叨莫名的紧张起来。这时他突然听到了一阵轻微的笑声，笑声似乎极具压制力，但是终于还是没能憋住。颗颗粒粒偷偷摸摸的渗透在黑夜里，让叨叨瞬间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是谁在笑？是唐城吗？他醒了吗？叨叨屏息凝神，静静地听着，那声笑却再也不肯出现了。时间一长，叨叨开始觉得那一声诡异的笑可能出自于自己的错觉，但他还是无法安心，暗暗深吸一口气之后，轻飘飘的走到了唐城的床边。他没有开灯，只是俯下身子，把脸凑近唐城的脸，开始观察。唐城面无表情的躺着，僵硬苍白，简直就是一个死人。怎么看那笑声也不是他发出来的。叨叨心里慌慌的，他直起身，快步走出了卧室。白天的时候，夜晚的恐慌消散了，在客厅灯光里坐了一夜的叨叨感觉无比的疲乏。他走进了卧室，检查了一下唐城，然后倒在床上，很快睡着了。迷迷糊糊的，他做了一个梦，梦里唐城就坐在他身边，看着熟睡中的他，阴险的笑了。他的笑声压得很低，颗颗粒粒的，像是一串无形的鸡皮疙瘩。然后唐城抽鼻子嗅了嗅，伸出猩红细长的舌头在他脸上舔了起来。梦境很真实，叨叨甚至感觉到了那股湿腻冰冷的触感，他恐惧异常，却无法醒过来。那感觉似乎自己替代了唐城，成为了一个植物人。好半天，唐城似乎满意了，
收回了舌头，慢慢的爬下床，像只壁虎一样爬上了墙壁。他的手脚竟然有了强大的力量，就那么吸附着光溜溜的墙壁爬了上去，甚至爬上了屋顶，最后整个人变了形，就像可以伸缩的橡胶一样钻进了空调里。叨叨猛然从梦中惊醒，回到了现实，脸上湿湿的，不知道是冷汗还是真的被梦中的唐城舔过。叨叨扯过纸巾擦了擦脸，然后他有些僵硬的向着唐城看去，这一看不打紧，后背瞬间起了一层的鸡皮疙瘩，唐城不见了。屋子里的空气似乎瞬间凝结成了实体，叨叨呆呆地站着，脑子里混乱如麻，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一阵奇怪的第六感。叨叨慢慢地蹲了下来，他的第六感没让他失望，在床底下他看到了唐城。唐城是个植物人，他怎么可能掉下床来？就算是他掉下床来，他怎么钻到床底下的？叨叨不敢深思这个问题，他颤抖着手臂把唐城拉出来，费力地抱了上床，然后他紧紧地抿着嘴，在唐城的身边躺了下来。他想紧挨着唐城躺一会儿，近距离地感受他沉睡的身体里可能不肯安生的灵魂。可是这一躺，他却发现了一个让他恐惧不已的东西。他赫然看到房顶上密密麻麻布满了怪异的脚印，不只是房顶上，墙壁上竟然也有很多那种奇怪的脚印，脚印脏兮兮的，还有黏黏的液体流出一道道印记来。叨叨绷紧神经观察之后发现，那些脚印最后消失的地方是空调，他陡然坠入了冰冷的深渊。叨叨觉得自己不能这样下去了。下午唐城的医生来看过之后，说了老一套的话就要离开。叨叨拉住了他：陈医生，有没有可能唐城虽然是植物人，但是他的精神是清醒的，而等他的精神睡着的时候，他的身体反倒会醒来，做出一些他自己都不知道也不受他控制的事情呢？陈医生扑哧笑了一声：刘小姐，你的想象力真丰富，要是那样，除非闹鬼闹妖精了。真的不会吗？叨叨看着他的眼睛问，还有些后悔自己因为恐惧而把那些印记给擦掉了。你该好好休息了。陈医生微笑着说了这句话，就离开了。叨叨掉进了无助的虚空中，他咬了咬自己的嘴唇，走进小书房，打开了电脑。本来叨叨是想看综艺节目转移一下注意力的，但是没想到家里断网了，他只好转战磁盘，从地盘里找到了几部惊悚电影。现在这个时候，叨叨知道自己绝对不该看什么惊悚电影，他的生活已经足够惊恐了。但是他突发奇想，忽然想到自己是不是可以从惊悚电影中找到什么灵感，以使自己对唐城所造成的诡异气息有突破迷雾的机会。看完了3个电影，毫无收获，他有些失望了。正想关电脑，却在播放器的播放记录里找到了另一个电影。正是这个电影促成他重返车祸现场的行程。那是一个科幻电影，主角出了车祸，和一只穿山甲一起被挤死在了隧道里。科学家重新克隆出来主角的身体和生命，就这样，主角和穿山甲融为了一体，成了一个变异人。就是这个梗，一下子让叨叨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他怀疑唐城的身体里
是不是也融进了某个与车祸时和他一起死亡动物的灵魂？当时的车祸现场足够混乱，没有人会去注意是不是除了受害人还有受害动物。叨叨也丝毫没有发现什么，但是现在他觉得自己应该重新去一次车祸现场。航程出事的地方是北郊，叨叨很快赶到了那里。航程栽倒的地方是一片空旷的荒地，现在满目都是齐细的野草，拨开杂草，叨叨甚至还可以看到当时震碎的车窗玻璃。他细心地找着，一点点深入，突然他闻到了一股让人作呕的腐臭味道，那是尸体腐烂才会有的味道。叨叨的心愈发紧张了，他感觉自己的生活似乎走进了恐怖电影中。他忍住头晕和胃里的不舒服，顺着那臭味找过去。最后他在草丛里发现了一个已经腐烂的无法辨认的动物尸体。他找了一个木棍，小心地拨弄着动物尸体。此刻他既希望自己可以发现什么，让自己的恐惧落到实处，又担心自己真的会发现什么。而在发现的一瞬间，导致自己精神断裂。真的有一样东西撞进了他的眼睛里，他看到了一只手表。尽管已经被腐烂的皮肉污染，但他还是第一眼就看了出来，那只手表本来属于唐城。现在那只手表静静地躺在动物尸体腐烂的尸水中，似乎还有滴滴答答响着的指针跑动的声音。叨叨眼前浮现出唐城诡异的笑容，浮现出他四肢着地爬行的样子，浮现出那满墙的脚印，还有那顺着脚印滴滴答答落下来的粘液。那是这个动物的魂魄控制了唐城的身体的表现吗？那些粘液是这个动物的尸体腐烂后流出来的尸水吗？叨叨感到了一阵彻骨的寒意。叨叨失魂落魄的回到了家里，他没有捡回动物尸体里的手表。叨叨决定把那个该死的动物的灵魂从唐城的身体里赶走。回家的路上，他买了3个摄像头、1捆尼龙绳和一把锋利的菜刀，还买了一只打火机、1桶汽油。唐城还安安静静地躺着，墙上并没有新的脚印出现。叨叨松了口气，他在卧室的3个隐蔽的角落安装上了摄像头，连接在电脑上。他需要有一双眼睛在自己睡着之后帮忙看着唐城。一切折腾完了，夜色也落下来了。叨叨忙了一天，精神紧张了一天，现在他感到无比的疲惫。代替自己看住唐城的眼睛已经就绪了，他想自己也该休息一下了。他躺下来，闭上眼睛，没有关灯，因为摄像头需要光明。叨叨很快睡着了，他又做了那个梦。当唐城钻进小小的空调出气口的时候，他再一次惊醒了。扯掉毛巾，睁开眼的叨叨看到的是一片黑暗，灯不知道什么时候熄灭了。是停电了吗？他的心狂跳着，伸手去按开关，灯亮了，不是停电。他心头一颤，转头去看唐城，他又不见了。叨叨又一次从床底下把唐城拉了出来。叨叨把他抱到床上的时候，冷汗湿了一身。看看外面，天还没有亮。叨叨狠了狠心，终于拿出自己本来就没有舍得用的绳子，把唐城牢牢地捆在床上。然后他打开电脑。开始的时候，摄像头呆滞地看着整个卧室，自己躺下了。卧室里安安静静，画面死一般的静止，充满了压抑的气息。然后
自己似乎睡着了。灯光突然熄灭，没有任何人或者动物去关灯，但是灯光就是熄灭了。摄像头变得模模糊糊，但还可以看到一些画面。叨叨瞪大了眼睛看着突然僵硬的唐城，坐了起来。他的动作木讷缓慢，像是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在背后把他推起来一样。坐起来后，唐城紧闭的眼睛看了看自己的方向，然后露出了一个阴险的笑容，紧接着他下地了。这一次他没有像叨叨梦里那样伏在地上，而是僵硬的站着。最后他的脸朝向了摄像头，在电脑屏幕里正对上叨叨的眼睛。叨叨瞬间被一种冰冷的注视感给攥住了，身上的汗毛根根竖起。唐城看了半天摄像头，慢慢的蹲下来，然后他就四肢着地的开始爬行，爬上墙壁，爬进了空调。叨叨的灵魂仿佛沉进了冰冷的深渊。当叨叨挖空心思却走投无路之后，他决定求助于网络。他以前有一个爱好文学的姐妹，曾经长期留恋于一个文学网站，所以叨叨曾经也看过几次。记得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灵异谈吧，里面都是各路人遇到的各路诡异离奇的事情。当初看的时候，叨叨当作是笑话看的，现在他突然从意识里把那个谈吧挖出来的时候，他发现那里也许是自己寻求帮助的最好途径了。叨叨翻了半天自己和那个姐妹的聊天记录，从里面找到了网站的域名，然后登录了那个网站。点进网站之后，叨叨找到一个发帖区，他把自己的遭遇发了出去，然后他就开始惴惴的等待。很快网页右上角提示他有了新的消息，那是一则站内好友添加请求的信息。叨叨通过了，两人进入了私信的聊天模式。对方的昵称叫一把青春，显示等级很高，可见是一个老手。果然他对叨叨说，他遇到的问题对他来说绝对是一个小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只是钱。他给叨叨的价格是8800，这个数字让因为给唐城治病而搞得囊中羞涩的叨叨很是为难，但是他思考一番后还是咬牙答应了。一把青春是个中年人，身材细长，面白腮瘦，眼神刀子般犀利。看到他的第一眼，叨叨感觉到他带有一种危险的气息。唐城还在床上捆着，一把青春仔细观察了好久，拿出3个核桃，放到唐城的嘴里一颗，胸口一颗，最后他松开捆住唐城的绳子，抬起唐城的屁股，在他的肛门里塞了一颗。看着唐城受到这种屈辱般的对待，叨叨却毫无办法。一把青春弄完了，一脸阴笑的对叨叨说，哼，他的身体里住了一只野猫，那是和他一起死掉的野物，本来那野物已经有了点灵气，却被他的车祸搞死了。野猫不甘心，就趁机钻进了他的身体，借走他的身体修炼。等到他完全掌控他的身体，野猫就会把他彻底带走，而你很可能会被杀死。不可能，唐城不会害我的。叨叨近乎本能地辩解道，但是他根本没有信心。唐城那阴险的笑声早就颗颗粒粒地种进了他的心里。哼，你真的这么有信心吗？别忘了，现在躺在这里的可不是你亲亲爱爱的男朋友，而是一只带着怨气的死猫。你的男人会不会伤害你我不知道，但是那只死猫会不会放过你？别说我，
就是你自己心里也一定有准确的预知吧？一把青春冷笑道：“那我该怎么办？”你已经不需要做什么了。现在我已经堵住了他的天地二道，压住了他胸口的灵心。按理说，那个死猫是不能作恶了，它会一点点的闷死在你男人的身体里，之后就没什么事儿了。一把青春故作高深地说：“可是，那死猫死在了唐城的身体里，对他会不会有害啊？”叨叨担心地问：“有什么害怕的？他已经是一个植物人，再惨，还能惨过现在吗？”哼！一把青春冷笑的说完，就站起来告辞了。叨叨站在门口，看着一把青春转过楼道消失的背影，心里忐忑不安。自己花了8800，就让他来这里给唐城塞核桃，这么简单就能解决这么恐怖的事情吗？他不放心，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只能等待观察。只要今晚唐城不再出现诡异的举动，那么自己就可以相信这个怎么看怎么像神棍的人的话了。夜蹒跚而至，叨叨给唐城收拾好了，开着灯，开着摄像头，躺在床上睡了。他没有选择捆着唐城，他需要有一个真实的结果。很庆幸，这晚他竟然没有做噩梦。也许是因为太疲惫了，这晚几乎是他2个月来睡得最安稳的一个夜晚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叨叨醒了，他是被一阵奇怪的声音惊醒的。睁开眼睛，卧室里又堆满了那凝固般的黑暗。叨叨听到那吵醒自己的声音，依然正从客厅里传进来，那是一种咀嚼生肉般的声音，一口口咬在叨叨的神经上。叨叨不敢开灯，他咬着牙悄悄地下了地，摸到卧室门口，那声音更真切了，绝对是什么东西正在客厅里吃东西的声音。叨叨屏住呼吸，顺着墙壁摸索着，万幸他摸到了开关。叨叨把心一横，猛然按下了开关，灯光瞬间灌满了整个客厅。这一刹那，叨叨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尖叫声。他看到了一把青春，一把青春躺在客厅的地板上，冰冷的脸紧贴着冰冷的地面，猩红的鲜血流了一地。一个裸体的人蹲在他的身边，背对着叨叨，弓着身子，正从他身上撕下一块块生肉放进嘴里，大嚼特嚼。那不是别人，正是已经成了植物人快2个月，这几天却不安于现状的唐城。叨叨已经吓傻了，他预料到一把青春的办法可能会不好用，但是他绝对没有预料到唐城的报复会来得这么直接，这么恐怖。这个时候，唐城慢慢的转过头来，他阴森的笑了一下，嘴里还咬着一块肉，鲜血从他的嘴角滴落，像是魔鬼的咸水，让人毛骨悚然。叨叨尖叫一声，猛然缩回卧室，下一秒他就拿着自己藏在床垫下的菜刀冲了出来。在医院这么久了，所有的护士医生都知道304病房那个叫唐城的男人不但长得英俊迷人，在痴情这方面更是没有人能比得了的。他的女友和他一起出了车祸，他伤到了腿，可是他的女友却成了一个植物人。快2个月了，唐城拖着自己并不健康的身体守护着他的女友，为时擦身，不离不弃。有些小护士出于心疼唐城的目的，甚至暗暗希望那个没有什么希望醒来的女孩赶紧死去。但那个女孩虽然生命体征越来越微弱，却就是不肯死。有人偷偷听到了医生关于她病情的分析，医生说
他的脑子里似乎是有意识的，而且他好像一直在做可怕的噩梦。也许有一天，那些噩梦会刺激他醒过来，也说不定。没有人知道，此时此刻，最希望那个植物人女孩死亡的不是别人，正是他日日夜夜寸步不离的痴情男友唐成。唐成的确是一个痴情的人，但是他痴情的对象并不是叨叨，而是他隐蔽的女友马小兰。马小兰是个不幸的女孩，她天生目盲，为了给她换眼角膜，唐成找了很多医院，但是眼角膜都是靠捐献的，不但资源少，而且很难找到合适的配型。唐成没有放弃，他一直在寻找。终于，一个已经收了他很多钱的医生告诉他，有一个来看病的女孩的眼角膜正好和马小兰的可以配上型。唐成思考了一夜，经过很大的挣扎之后，为了心爱的姑娘，他制定了一个长远的计划。他离开马小兰，然后找了很多机会接近那个女孩，终于他成了她的女朋友。当那个叫叨叨的女孩完全爱上自己之后，有一天，唐成找了个浪漫的机会，讲了个悲伤的故事，感动叨叨，让叨叨和自己一起签下了死后眼角膜的捐献书。之后，他策划了一次为爱背弃爱的车祸，自己断了腿，叨叨却没有死，成了一个植物人。现在唐成每天守着，他焦急地等待着叨叨死亡，但是叨叨却开始无限期的拖延。唐成感到自己快要挺不住了，他通过黑市买到了一种神经药物，偷偷地混在叨叨的流食里，给他喂了进去。吃了那种药，叨叨就会在睡梦中产生各种恐怖的梦境，最后摧毁他的神经，让他放弃求生的欲望，他也就会死去了。药物显然很管用，因为唐成也偷偷听到了医生关于叨叨可能在做噩梦的说法。唐成感觉自己的好日子快要来了，所以他又在一个守候叨叨醒来的夜晚，被叨叨的尖叫惊醒的时候，整个人彻底惊呆了。他都没有来得及细想叨叨到底要干什么，叨叨已经一把抓着床头拆药包的剪子，一下刺进了他的喉咙。